演员的标准绝对不是说长得够帅够美或者什么的，因为你也有胖子，也有瘦子，也有长得好看，也有不好看的，就各种各样的形象都需要人去演嘛。所以其实他在这方面的素质，然后可以很放宽。唯一不能变的就是你要有对自己的职业的尊重。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这个。你是职业演员，那你就认为，就是你得把你足够的精力和你的求知，还有你的努力，还有你的管理，你要足够的尊重的对待它，你要不停的进步。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如果你不爱的话，你就换一个行业。因为演员有一点点的特别，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形形色色的人，对，所以你说演员的标准绝对不是说长得够帅够美或者什么的，因为你也有胖子，也有瘦子，也有长得好看，也有不好看的，就各种各样的形象都需要人去演嘛。所以其实他在这方面的素质，然后可以很放宽，因为比方你可以是外向，你可以是内向的，你可以是胖子，你可以瘦的，但是唯一不能变的就是你要有对自己的职业的尊重，你要足够的尊重的对待它，你要不停的进步。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如果你不爱的话，你就换一个行业。你如何看待观众对你剧抛脸的形容？太好了，就特别好的那个，因为这首先形容演员的话，这肯定是一个夸奖的词嘛，你还是要非常在意说你每一次有没有把角色做出很认真的一个区分度。因为你必须要有专业能力得到认可，你才能配得上观众对你的喜欢。如何看待观众对你剧抛脸的形容？就太好了，就特别好的那个，因为这首先形容演员的话，这肯定是一个夸奖的词嘛，对吧？能得到这个称呼，可能算是观众心中给我的一个打分，算是我的一个成就。然后我希望能继续的这样做下去，因为必须要专业能力得到认可，你才能配得上观众对你的喜欢。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了所有的这些诗歌，背了很多遍了，但是有一天突然说要以一个角色的方式去演绎它的时候，我就特别恐怕那些定式啊就出来了，就好像说可能10个中学生读一口诗出来都是一个味道，然后就特别怕那种事儿发生。但是那天呢，不管是导演啊还是陈老师，就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我们尽量去发掘每一首诗里面不同的美。我随着那场表演也重新回顾了一下那些诗，然后要重新上一次语文的理解课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我随着那场表演也重新回顾了一下那些诗。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了所有的这些诗歌，然后当时有教你的那个语文老师他是怎么讲的，对吧？还有他的语气是什么？还有就是咱们以中学生的那个思维，背了很多遍了，所以背了很多遍之后，你脑中会有一个语感的一个定式，对吧？但是有一天突然说要以一个角色的方式去演绎它的时候，我就特别恐怕那些定式啊，不管是导演啊还是陈老师，就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我们尽量去发掘每一首诗里面不同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想进步，很大一部分的途径就是偷师。有的人会主动教你，然后有的人呢不那么爱交流，然后你可以去请教，然后你也可以观察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这就是前进跟成长最大的途径吧。当时是为了《雪中悍刀行》，因为是在一段时间，因为当时赶上的第一波疫情之后，休息了比较久，所以身材有点失控。然后因为马上就要进组，看了，其实当时首先是看了张世杰老师对于服装的一些概念图，然后我就觉得，包括导演的一些美术效果图，就让我觉得说，大概明白了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美学风格，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就必须得下狠心，然后后来开始疯狂的锻炼。表演是有很多乐趣的，确实对性格有好处。以前就是觉得，表演会很让人紧张，或者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孩子，其实我现在也是很内向的。站在台上的时候就更紧张了，但后来突然就觉得说，当你在排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躲在一个角色的背后，然后会有助于你站在台上。紧张的不是你了，而是那个角色，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我觉得学习表演和以此为我的职业，能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我就是
内耗的一面，就我可以把很多的想法消耗在角色上。我自己毕业之后就是一直不停的读报纸，就是我看到什么有用的没用的话，我就喜欢把它读出来，就不停的读，不停的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首先，其实咱们各地的方言的使用者，他的普通话会有不同的标准。然后在学校的话，会针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有专门给他的训练，去克服他的方言给他带来的一些，教材里边都有。然后我自己毕业之后，就是一直不停的读报纸，就是我看到什么有用的没用的话，我就喜欢把它读出来，就不停的读，不停的读。